就调一个0公里的 S 双 R， 然后大新车在贴膜啊。说一下这个情况，因为会跟大家很多朋友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。首先，车主是个女生，然后她装了狗骨头。OK， 这块总计降了2.5厘米，所以呢，基于车主需要双脚落地，然后想让车变矮一点的这个需求的话，我们避震怎么调？因为刚才在施工，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已经调了过的东西啊。就在它装完后避震之后，我去试了一下车，就明显觉得车头是比较高的，车尾比较低。这个是前避震的预载，刚才已经调完了，把它这个逆时针调了4圈，也就是原厂出来的时候就是4圈。那么现在等于是逆时针到头之后，稍微给了一点点，就别让锁死就好了。但稍微可能还有一点点。高。那至于说后续要怎么调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这个就是所谓的 top out 的量。因为后边装了狗骨头，那么我们前边为了平衡的话，我虽然已经把这个预载降到最低了，但如果还不够的话，就需要把这个量，这个金色呀往上捅啊，最终调，比如说调大概1个环或者2个环，1个环大概是2到3毫米吧。这个最后期再说，因为这是新车，就暂时不给它动了。等车主骑1、2次之后，我们看一下实际的那个扎带的位置啊。一会儿我会绑一个，再做微调。主要最后以它的骑行感受为基础去处理。所以如果数值越大，代表这个阻尼越大。但是呢，因为车主的需求其实是通勤，他不希望那么硬，而且。我们要想说它后边已经很硬了，如果前面再硬的话，它就没有任何舒适度可言。所以这个地方去选择数值的时候，需要遵循2个条件：第一是它希望舒适，第二呢是这个数值越大，那么阻尼越大，也就是越硬且回弹速度越慢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如果单纯的去说让这个车没有2次回弹的话，比如说现在大概在10是没有2次回弹的，来我们试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稳的，但其实这样的话。我往下压的时候都会比较硬，那所以按车主的需求，我们调软一点点，比如说现在调到4，数值是4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会看到明显的2次晃动，但我往下压的这个阻力其实是变小的，对吧？已经比较轻松的情况下压，但是大家能看到晃动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就要选说，我到底是取舍是如何来决定。现在数值是3，我又软了一些。这个晃动呢，3跟4的晃动其实是差不多的。我们再来试一下4。OK， 那以车主的需求，我决定先试一下3。这个3明显有2次晃动，但是前边的压力会比较小。现在我们调后避震。后避震的话，以前我们视频说过，就是这个地方是压缩，因为箭头往里；下边这个呢，箭头向外就是回弹。这个回弹就可以去遵循它没有2次回弹，这样的话，它的车屁股的稳定性会比较好。我们先看一下6是什么状态啊 ？OK， 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就是明显觉得回弹速度很快，对吧？就是试一下9，看看9是什么效果。这个回弹速度就比刚才6肯定是要慢。现在看一下8，它是不是会更好？因为我希望它正合适。对于一个通勤需求的人来说，是尽量要往舒适上靠。8还是有点快，我们现在试一下10啊，10的速度是 OK，那我们后边暂时定到10，好，等于后边的回弹就是定到10，OK， 确定推出。那么后边的压缩呢，这个就太简单了，因为它装了狗骨头，后边已经非常非常硬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把6。直接降到1。OK， 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看现在往下压的时候会不会更好一些？比刚才6的时候你肯定要轻松一些了，但是因为装了狗骨头，它不会特别软，所以后边的这个压缩我们就没有特别的更好的办法去定了。数据几乎就是。前面是3，这个3呢，我们要等车主去反馈是否合适，然后以及他的骑行感受如何再去微调。然后后边的压缩这个不用调，因为只有1可以选了。后回弹，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变量，比如说最终变到11或者变到9，这个在
等车主小姐姐去反馈之后才能知道。因为我们现在进的是这个 Race Pro 1的模式，对于一个新车来说，且它的骑行需求是通勤，那么我们车辆会比较需要柔和一些，所以在这个设定里边，比如说有发动机制动啊、牵引力，这个是防翘头啊、ABS 等等的。那以它的安全这个需求为基础的话，我们做一下详细的设定，这样的话它骑起来会相对来说安全一些。现在数值是2的时候，最佳油门响应，那可能对你来说不是很合适。这是动态，低档定位的时候扭矩减小，这是3档，它是3就行了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们来设定到3，确定好以后我们出来，发动机制动，这个就比较好理解。现在数值是2，发动机处于一个中等的制动状态。比如这个呢，就是等于是发动机最大的制动状态，就是你减速会比较明显。3的制动力最大，然后呢2呢是中等，1呢是最小的制动力。我觉得先调在中档吧，中庸一点，然后先骑行一段时间看看。好，没问题，那就是2。OK， 牵引力这个咱们调到道路模式吧。OK， 调到5。然后呢，这是防翘头，这个防翘头就很简单，你不想翘头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大稳定性，咱们调到3就好了。最大稳定性，好吧。然后 ABS， 目前状态下它介入的这个，我们找一个稍微对你来说安全一点的，中等、前后中等动态，这个吧。道路状态下前后的 ABS 很早会介入。对，肉的模式。OK， 好，那就是4，然后其他就没有了。等于是 Race 1就是这样确定的。常规来说，我可能会给别人选再多配几个 Race 2或者 Race 3，但因为就是你的需求是偏舒适且后边比较硬的，那我们就先。我还需要一个模式，你说通勤，不是就是雨天。雨天，对 ，OK， 如果下雨或者是路面有湿滑，我需要一个雨天模式。行，那我们再把2设置到雨天，行吧？我们先看一下刚才是多少，3。这是不是应该带一个雨天模式，然后设定一下就行？有，但雨天不能设避震的，雨天模式下不能单独对避震去做设定。我可以把这个 Race 2的这个状态去给你设成雨天，你就这么记就好了，好吧？现在这个不是没配置嘛，对吧 ？OK， 先我们把2勾上，然后配置进去。Race 这儿选 Race 2，然后我们先把避震设定好，还是310，对吧？310，310 ，OK， 这是这个往里的是回弹，往外的往外是压缩，往外是回弹，不，往外是回弹，就是弹嘛，弹开，就是你压那个弹簧，它往外弹，对，压是往里，所以这其实挺好记的。你看它那个弹簧的这个箭头，它为什么都叫后回弹呢？就是翻译的问题，英文不是这样的，它就是中文翻译的问题。然后如果 Race Pro 2设成雨天模式的话，那就我们尽量柔和一些 ，OK， 就是这边它本身就是有rain 的状态，那我们这个选这个发动机制动。发动机制动也稍微的，发动机制动 Race 发动机最小制动，这也是选到3吧，最大制动。然后牵引力6是最大的，OK， 牵引力状态6，单轮，这也是 rain 对吧？OK， 然后 ABS 也相应到了最大，OK， rain 的状态。这个没问题了。然后这就等于是在 Race Pro 1跟2都设定好了之后，我们怎么去选啊？这些都勾上，我们退出就好了，全都退出。OK， 这个按一下这儿就上来了。还是选 Mode 这个模式，然后我现在选的话，这个地方会有提示，你来自己按。对，这是干地对吧？再按，这是雨天对吧？然后再按，然后就是你可以，对，你就这么选。然后你可以它其实它本身就是有 rain 和 road， 但是呢，没有那个减震的，对，没有减震的设定。这个需要你回头骑一骑之后给我反馈，因为我们已经把前面的预载跟压缩几乎，谢谢，压缩几乎都是弄到最软了。我们实际最终这个环在什么位置，就是你正常骑嘛，我明白，压到多低？对，你给我拍张照片，因为你通勤时间其实蛮久的，所以你就正常，比如说到公司拍张照片就好了，然后。当然，这个刹车力度因为是新车，你可以不那么着急反馈给我，看是不是要提前调，因为我们以这个安全为前提的时候，可以缓一点试，比如说你就4、5成、5、6成、6成到7成差不多的，咱们就拍一张，好吧？这个我先给你弄到最上面去，因为装了狗骨头之后呢，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，
假设你骑起来没有任何不好的感觉的前提下，我们不用动这个位置，就这个位置就不用动了，因为今天没有动嘛，大新车咱们先不动。你正常骑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是往后坐着骑，还是正常的呢？平衡的骑，你能感觉到。但是我之前那辆车就是觉得这么就这么仰的时候，就是在过弯的时候不好下。对，因为那个角度，就屁股太低，头高的话就确实广。对，所以这个要看你最终这个车状态。先把电门关了，嘎嘎行。所以后续就等反馈，我们再做微调就可以了，好吧 ？OK。